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日期来到了2024年12月11号，今天是我们郑君妍讲师第二次来跟我们就是贝学院这边做分享哦。那君妍已经来到了线上，我们就邀请君妍直接来为我们开讲。君妍，麻烦你喽。好，这样有我的分享画面吗？有的。好，好，那大家好，我是郑君元，那我来自新竹市三丰富士童军团，那现在也是台师大罗浮群的一员。那我今天的分享的主题会是 Paddle Your Own Canoe，就是前进罗浮之路。好，那简单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简历。那我现在是新竹市三丰富士童军团的罗浮群，那我也是台师大罗浮群的一员。那我现在就读的是台师大的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就是公领系。那近期比较参加的活动就是2024的日本罗浮大会，那是台湾代表团的一员。那过去曾经参加过活动有世界大陆营，然后和平使者计划、美国童军青少年领导训练、LNT 的相关训练、急救相关训练，还有千里步道协会的步道志工。那也有参加过就是今年全国罗浮大会，那我是工作人员是事务组。好，那我的分享主要会分成3个部分，分别是第一个我的童军生涯，再来是童军富有的意义，前进罗浮之路，那再来第3个则是印象深刻的罗浮活动和国际活动。好，那我先从我的童军生涯开始介绍起，就是我其实是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在父母的要求下开始参加童军的，从志龄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我是在一个童军的家庭环境下长大，因为在我弟，所以我们家是一个童军家庭。再来是我升上童军后，其实感受到很深的挫折感，就是感受不到乐趣是在哪里，就是没有感受到童军带给我的自信跟信心，所以就玩得不是很有感触。就再加上升上童军之后，面临到更多技能上面的要求以及训练，所以那个挫折感就带给我非常非常重。但是在某一次高考参加某一次高考以后，心态整个产生转变，我从此开始喜欢晚上童军。那这个转变是什么呢？我想应该会是那天晚上有个萤火表演，我见识到了什么是童军的热情。那个萤火表演上，大家各团的人，不管是认不认识，就都会冲上去一起跳，一起欢呼，一起玩乐。那个场面，那个心态，那个氛围是彻底的影响我，然后也是改变我心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就是从那之后就开始一路玩到罗浮，那也参与了团内团外各式各样的活动，甚至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国际活动。好，那童军带给我什么成长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心态上的成长，这个部分呢，很多团长还有甚至亲戚朋友都跟我说，就是参加童军之后，我可能对于同龄层的人来说，我的心态上可能会比较成熟，也会比较吃苦耐劳，比较不太会抱怨，就是对于看事情的看法会比较不一样，价值观也会跟普通人不太一样。再来是我学会独立与自律，因为童军虽然说是一个群体活动，但是毕竟是自己一个人去参加这些训练、参加这些活动，所以如何在营期间、训练间照顾自己和有所成长、有所收获，毕竟还是靠自己来去做选择。那再来就是问题解决的能力，那童军也培养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在考验中或者是在训练中，难免都会遇到不少问题，那必须自己去解决。那这都不是靠我自己一个人有办法解决的，必须去跟我的小队合作。所以这也可以带到下一点，就是团队合作和领导力。在童军这个团体活动、团体运动中，团队合作是无法避免，也必须是要求的。所以，如何在团队跟大家一起进行活动、一起进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再就是领导力，在童军生涯这几年当中，我也当过小队长、副小队长和连队长，副连队长也有担任过。那这也培养了我的领导能力。再来就是责任感，
童军在这几年之中，童军培养了我很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团长赋予我的任务，赋予我的事情责任，会尽量想办法去完成，不让团长失望。所以这是童军培养给我的一个责任感跟使命感。遇到事情就是会想办法把它解决，然后尽量给一个有好的结果出来，这样。好，再来是童军赋予我的意义。第一个是升学上的帮助，就是童军这几年的经历，真的充实了我的人生非常非常多，也占据了我人生中的大半。那它也帮助了我进入现在的大学，现在的科系。再来就是未来志向的决定，因为玩了童军这么多年来，让我对童军有一个很深刻的体悟，所以我在想有没有办法把我对童军的这份热情带给其他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选择现在的科系，就是以童军老师、童军教师为主要的目标。再来就是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现在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伙伴之中，有很多都是跟我一样是很资深或者是对于童军很有热情的伙伴。那参加童军让我有机会可以遇到这些人，然后可以一群人一起前进。我非常喜欢一群人一起前进这个感觉跟这个感受，因为不是自己单独一个人做前进，是所有人一起前进，共同努力，获得一个成功的结果，以及收获那些感动。那其实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你是否可以想象，如果当初没有参加童军，你现在会是什么模样？老实说，我无法想象，如果我当初没有参加童军的话，我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但其实我问了一下，就是身边里面也有曾经就是从小参加童军到大的伙伴们，他们对于这题我的想法，其实他们是说无法想象，但是正因为有了童军，所以童军给了我们很多荣誉和荣耀，在我们的人生中写下很多不同的篇章跟历史，所以参加童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有人会说，没有参加童军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毕竟我成绩也不好，所以可能现在会在普通的大学或普通的私立大学来去进行就读之类的。但是这是别人对我的看法，对，所以因为我是童军，所以我有了现在的身边的伙伴、身边的朋友，我有了现在的目标，以及我因为身为童军而荣誉，身为童军而骄傲这件事情。好，那再来是前进罗浮之路，升上罗浮后的感受。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在于技能层面不再那么的要求，因为像是行役或是童军都会很要求我们的，比如说绳结啊、生火啊等等之类的技能。但在到了罗浮之后呢，比较多是探索自我跟寻找自我兴趣的一个过程。那其实罗浮阶段有非常非常多的兴趣小组，对，所以如果对于比如说你对咖啡有兴趣啊，或者是对爬山有兴趣啊，都可以去寻找相关的兴趣小组来去加入他们，来去一起进行活动。然后再来是有机会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伙伴，因为罗浮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地区性或者是全国性或甚至是国际性的，所以有机会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伙伴。那这我后面会再做更多的解释跟介绍。那再来是自主、自由与成长。对，那升上罗浮之后呢，其实团长应该说团长就会变成顾问的角色，就不太会去限制说你要做什么，或者是你有什么考验必须完成。那么基本上都是鼓励你去参加罗浮的各式各样的活动以及考验。对，那我后面也会有相关的活动跟训练可以跟大家做介绍。好，再是我的第一个罗浮活动，就是全国罗浮会议。这个是在2022年我升上大学之前举办的，就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大型的罗浮活动。那这个其实也是在疫情之后所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罗浮活动。那这个里面有组合几个列点。那第一个是可以认识各式各样的伙伴，因为全国罗浮会遇到来自全台湾、来自不同地方的罗浮伙伴，就可以问一下他们团啊，交流一下他们团都在做些什么啊，或是他们团罗浮都在做些什么啊，或者是现在罗浮遇到什么困境啊等等之类的。再来就是这个是我开启参加罗浮活动的契机，因为毕竟是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的罗浮活动，所以对于以后的罗浮活动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所以才会有想要继续参加罗浮活动。再来是这个活动主要以多元化的主题分享和会议为主，
像是户外议题啊、LNT 啊，或者是职业探索等等。然后它也会有议题讨论与发表，就是你可以去选择你有兴趣的小组，然后分成不同的组别来去进行议题讨论跟发表。好，那这是我们全国罗浮会议时的照片。那这是我跟我们团的另外2位伙伴一起参与在阳明山苗圃营地。好，那这个是影响我最深的罗浮活动——罗浮考验营，就是我们俗称的罗考。那我参加的是今年年初跨年连假在桃园举办的桃区罗考。那我觉得罗考营呢是一个探索自我的过程，因为其实，在罗考整个阶段中，罗考的时间很长，有分2阶段，再加上有很多的技能或者是作业需要去完成，那你会很清楚了解到你心态上的转变。那这我下一页会做介绍。那再就是技能层面有一定的要求，然后还有更多机会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伙伴，因为也一样，就是罗考也会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伙伴，那你们会变成一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个小队，那同一个小队里面不一定会是你认识的伙伴，所以这是一个很好认识他人的机会。再就是心态上的转变与成长，在考验中其实会遇到不少挫折跟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会帮助你的态度跟心态会有所转变，然后再来就是做好准备。那我遇到了什么困难呢？就是第一点是行程作业非常非常多，那需要花费不少时间。那这个可能跟地区的罗考有一定的差异在，可能不同地区的罗考有不一样的方式。那我参加的桃区罗考行程作业其实分量其实算是蛮重的。那你需要我们那时候是从9月就开始参加，然后到12月底1月才进行考验，所以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必须进行行前作业的填写，比如说户外活动的参与，或者是服务学习、生涯探索、国家介绍、议题讨论等等。然后这不可能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作业，然后你也必须跟你的小队来去共同讨论。再就是生活考验屡试屡败，就是前面有提到说，裸考研其实对技能层面还是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生活跟3项工程。那生活考验的话，那时候我们考验的是生火断绳，就是在火的上方会悬挂一条棉绳、麻绳，然后你必须去生一盆火，把那个麻绳给烧断。那因为我那时候花了2、3天都没有考过，然后再加上就那个一直没有考过，那个挫折感越来越重，然后那时候就有点情绪有点崩溃的状态，所以这方面就是考验当时你自己的心态如何去做转变。那其实我有印象很深刻一句话是我的小队顾问跟我说的，就是生活考验的考验不是考验你去把那条绳子给烧断，考验的是你面对挫折时，你有没有认识到你当时的心境是如何？那你如何去转变这个心境，然后去帮助自己去度过这个考验？然后再来是与小队的磨合，因为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比较内向一点，话比较少一点，所以通常在面对到一个新环境、新伙伴的时候、新群体的时候，通常会比较怕生，所以就是与小队的磨合算是我也必须跳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再就是守静时的深思和自我对话，其实对于罗浮来说，守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跟活动。那守静就是可以让你很彻底的跟你自己对话和认识你自己自我的时候，那也同时也可以询问自己说，就是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成为下一个阶段的罗浮。那这也可以衔接到下一个，就是对于自己成为作权罗浮的期待。那可以问自己说，就是你成为授权罗浮之后，你会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是你会想要达成什么些成就，或者是你有想要参加什么活动等等的，就是对于你下一个阶段会有什么，你会希望你自己会有什么成长，或者是会有什么过程的准备跟期待。再来就是参加下一次裸考的准备，因为你参加过这次裸考之后，你就大概有个既定的印象是说裸考大概长什么样子，那你可能会考虑到说，这次已经这么辛苦了，那下一次还要参加吗？但是往另外一个方面想，又有这么多同舟共济的伙伴，还有这么要好的伙伴，有革命情感的伙伴们一起前进的话，那好像似乎也可以为下一场裸考跟大家一起去做准备，一起去参加，好像也不赖。对，所以这是一个心态上的转变的过程。
那我从中获得了什么？就是小队的伙伴情谊，就是还有这个我跟师大伙伴们雪中送炭这两点一起讲好了。就是那时候我在生活，就是已经到最后一个晚上，最后考验的机会了，我都还没考过。那时候就在前面，就是在考验那边，考验那个场所很崩溃，在火盆前面很崩溃。但是我的小队伙伴们以及师大伙伴们看到我考不过，然后在那边很沮丧、很挫折的时候，纷纷都来帮我捡木材啊，帮我一起搭建火塔啊，帮助我尽可能帮助我考验度过这个考验。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感动的，因为你会感受到原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是一群人一起在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但是那时候真的非常感动，尤其是考验过的时候，考验考过，甚至烧断的那一瞬间，那真的是就是情绪最溃堤的时候，就是眼泪真的都止不住，就是一直跟附近的伙伴拥抱、谢谢之类的，那个真是非常感动、非常温暖的一个过程。那再就是认识自己在挫折时的心境转变，那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小队顾问跟我说过的话，就是那时候考验你的不是你的技能多强，或者是你的不是重点，不是把那个考验给考过，而是你在当下那个心境以及心态上的转变。你如何认识到你在面对挫折时的压力，以及面对挫折时的心情是如何？那你如何去转化这个心情，然后来去变成你继续度过这个难关的动力？那再来就是日后持续参与罗浮活动的动力。那我刚刚有提到是说，因为有一群伙伴，有一群很要好的伙伴可以跟你一起前进，那这会是我继续参加罗浮活动的最大的动力之一。好，那这是我们小队伙伴的合照，对，就是其实这些就是真的很感谢他们，在这个考验营中帮我度过这么多难关，也很感谢他们，就是在我低谷的时候帮助我一起度过难关。那也非常谢谢他们，就是那几天的辛劳。对，其实裸考其实不是一件那么轻松的事情，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这是我们师大伙伴们的合照，就是那时候我们有几个师大伙伴们互相邀约，就一起去考了罗浮考验营。那当时也是在最后一个晚上生活考验的时候，也受到他们不少的帮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故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那我想和参加裸考的伙伴们说，要做好心理准备，迎接新的阶段，以及要如何去完成你的行前作业。那必须预留你自己的时间，在进行行前作业的同时，你又必须面临到学校的课业跟考试，这样子必须是同时并行前进的。那你如何去消化和处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一个探索自己很好的过程，你可以认识到自己对挫折时的心情会如何，那你怎么去处理？那也是一个自我成长很好的过程。那就是和行役和童军阶段考验很不一样，行役和童军的考验都比较偏向于技能层面，但是到了罗浮之后，不只有技能层面而已，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自我探索过程，比如说生涯规划。那这部分你也必须跟你的小队的伙伴，还有小队的顾问来去做分享。对，所以罗浮的考验不是只有技能而已，还有自我探索，还有更多的兴趣层面，那就是增加认识你自己的过程跟机会。那再就是勇于尝试，就是收获一定会比挫折多，但是在获得收获的时候的过程中，一定会面临到挫折。那这些挫折带给你的成长，将会远超出你的想象。好，那再来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罗浮活动，就是我近期参加的日本罗浮大会。那这个时间是在今年的9月，就是9月初开学的那时候。那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国际性的罗浮活动。那前面有提到过，其实有参加过世界性的活动，像是世界大露营，但是国际性的罗浮活动倒还没有参加过，所以日本罗浮大会是我的第一次。再来就是我第一次独自参与，那就是没有家人，也没有熟悉的团员陪伴，然后所以我就是自己一个人来去报名这个代表团。再来就是参与契机呢，来自总会的国际活动人才讲座，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在北部总会有举办过一场国际活动人才的讲座，那有各式各样的团长跟伙伴来分享
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柔佛活动以及世界性的活动。那时候就有感触，有火苗在心中燃起，所以就想说哦，那来试试看好了。那就是语言上的隔阂，毕竟是日本，因为日本当地他们的英文不太流畅，也不太能沟通，所以这是一个呃蛮艰辛的过程。那再来就是认识新的伙伴，那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参加嘛，就是也没有熟悉的团员参加，所以到了这个新的代表团之后，我也必须再踏出我的舒适圈一次，去认识新的伙伴跟新的代表团伙伴。好，那这边是一个影片，那这可能没有声音，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活动，这影片之中，洛福大会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开幕当天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以及大概的画面跟景象会长怎么样。好，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影片的内容。那从这边开始，其实我们回来台湾之后，在北中南区各有办过一次国际活动分享会。那这个日本柔佛大会也在分享会的内容之一，所以这些内容其实，日本那些那3场场次其实都有讲过。那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再分享一次，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活动。好，那日本柔佛大会呢，是从2024年的9月3号到9月8号，那是在立木县的纳须野营场。那有兴趣的伙伴或者团长，或者是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就是这是他们的 IG 网页，那会上面有一些影片跟他们的宣传，还有他们的文案，可以来去参考跟观看。好，然后右边的图片是他们的视觉图，那他们的主题是一个红色的三角形，那后面会解释那个红色三角形是什么。好，那刚刚有提到前面的红色三角形就是活动的主题 momentum。
那它就是代表有影响力的、有活力的、有动力的，那是不可阻挡的、有热情的或充满兴奋的。然后再来就是它有220位日本参加者和28名国际参加者。那这个28名国际参加者分别来自4个国家：台湾、马来西亚、韩国和香港。那有14位的实行委员和34名的工作人员。那右下角就是他们的营地门口以及他们的图腾柱，就跟我们的阳明山苗圃营地一样。我们阳明山苗圃营地有一个图腾柱在那边。那照营地主人他们营地主的说法来说，他们就是右下角这个图腾柱呢，只要每换一代就在上面加一个，所以那边其实已经上面有很多个，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少代。但是我们有去那边数了一下，就是还是数不出来它到底有多少代在那边。那左边的话就是这个野营场它的所在位置，对。然后我们是从东京下方的羽田机场搭巴士，就是外国伙伴就是在东京羽田机场集合，然后统一搭巴士前往营地，那车程大约3个小时左右。好，那我们的事前准备包括讨论选择模组，就是我们白天要进行的活动，那还有我们的晚会表演进行讨论，还有我们纪念品讨论和分配。那这是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一共有11个，那分别分成 B team 和 C team。那我是属于 C team 的成员之一。那我们的代表团团长是宇轩。那这是我们代表团纪念物。那左边是我们的布章，然后右边是我们的领巾，然后也是我身上现在戴的这条紫白色这一条。那我们每日餐食呢，早餐的话就都是面包。那面包有大概3、4种，我记得有咖喱面包、双色面包、草莓面包和苹果面包。那也有果汁的，就是果汁就是苹果汁跟葡萄汁，还有蔬菜汁。那前几天都是半根香蕉，那到后来的话就变成1根，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再就是午餐和晚餐。那餐盒有分2种，第一个是中华风的便当，那里面就是一些可能汉堡排、肉啊等等之类的。那右边就感觉比较日式一点，就是有鱼啊、有肉啊、有蛋啊等等之类的。那它是炸物海苔的便当加洋芋片，那它其实是冷食，就是它都是冷的，但还是很好吃。我们觉得是一个物超所值的餐点，我们觉得。然后那这是我们的营地，大家可以看到有画绿色，右边这张地图有画绿色框框的，通常都会是日本人的营区。那我们的营区就会就像刚刚影片所看到的，左边影片所看到的，我们在一片非常呃树非常茂密的一个丛林里面的营地。对。好，那时候我们刚好遇到一个台风，就是珊台风，就第10号台风。那营地全变成泥巴。那其实当初很担心、很忧心，就是能不能去成，因为毕竟会直扑日本本岛，所以那时候还蛮担心的。但还好有顺利成行。那在他们那几天，他们都有定期的发关于营地的营报或者是新闻等等的，而去告知我们营地的状况。那像是右边这个影片，就是他告知我们说。雨鞋的重要性以及营地的一些状况的讲解。那可以看到，就是营地状况都变得非常差，都是泥泞，然后甚至车子的轮胎都陷进去。所以，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雨鞋，所以我们就只能委托当地的日本伙伴们帮我们代购，然后一下雨鞋来去行动。然后再来是盥洗的部分是，主要会分成2个洗澡的地方，一个是主楼的澡堂，然后再第2个是外面的临时卫浴，就是有点像流动厕所的感觉。然后就是日式澡堂文化好像对于我们代表团来说，代表团成员来说蛮 culture shock 的，就蛮文化冲击的。因为澡堂文化就是大家都必须就是脱光光，然后都进去洗澡，然后全部人都5、6个人一起洗这样。那可能对于我参加过世界大运来说，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冲击，但是对于我们代表团成员里面有一些第一次参加国际活动的伙伴来说，这一点好像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蛮冲击的一个事情。但是后来每天都去排队的原因，是因为澡堂的热水比外面的临时卫浴的稳定，所以大家后来都跑去澡堂洗澡。那后面画面上可以看到 M 跟 F 就是男生跟女生轮流的时间。
那通常女生都会是下午到傍晚，那男生就会是晚上。然后再来是充电，那我们那时候营期期间都是用画面上这台瓦斯发电器，那它是吃那种卡式瓦斯炉的瓦斯罐，那种长条形的瓦斯罐，那它只要烧那个瓦斯罐只要用完了就会停电，所以它就是靠这个来去供应所有营区的电，包括灯光啊、投影幕啊，或者是充电站啊，都是用这台来去做运行。那营地就会有好几台这个设备。那手机充电站每一站每天都会只开放4小时，那每1个小时都要先抢先赢这样。再来是没电带来2件趣事，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到营地的第一天已经晚上了，那我们就先开始吃饭，但是我们吃一吃，后来好像那个瓦斯就烧完了，所以就突然停电了。结果我们台湾代表团就比较苦中作乐吧，就是自己开始唱生日快乐歌，然后就其他的代表团伙伴也跟着我们一起唱，我觉得是一个蛮愉快的氛围。再来事件2是，我们有伙伴的行充没有电了，所以他就跑去主楼，也就是工作人员营本部的那栋 main building 主要大楼，然后把他行充插在插座上，结果工作人员有发现，然后就帮他把它收到营本部里面，帮他充电。那我觉得这日本人他们都蛮好的，就是不仅没有把黑色电池就把那颗行充给没收，还帮忙把他拿去营本部继续充电，帮他充饱。那他也我们那个团的伙伴也认知到这是一个不适当的行为，这样。再来就是其他，我觉得一些蛮新鲜的资讯，就是左边这个是我们的名牌QR code，我们每天进出营地都必须刷 QR code 来确认你有没有出去，或者是你有没有进来，所以他们那边都会有系统做确认。那在右边的话，这是一个台湾没有的文化，毕竟日本的吸烟人口还是比台湾多蛮多的。它跟台湾一样禁酒禁赌，但是有吸烟区，所以有时候晚上活动结束后都会看到有一群日本人一起走去这个吸烟所一起抽烟这样。那这是我们的活动手册，那有兴趣的伙伴可以做扫描。那我先继续往下，这是我们的活动日程表。那白天就会有很多的模组可以选择，像是运动会啊、拍照模组啊，或者是历史探索、博物馆参观、冥想等等，那我后面也会做介绍。那晚上的话会有 Welcome Night，就是欢迎晚宴，还有自由交换时间，还有大集合 Big Assembly。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模组活动，防灾、减灾、盾财盾治。那从这个活动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日本人对于灾害灾难上面的重视跟要求。那他也针对这个，会透过这个模组活动来跟大家说明，就是在地震应变的时候，童军有做了哪些事情。那动员童军有实际做过哪些案例？那他也让我们实际用手做看，说，我们平时用的塑料袋要怎么变成雨衣？那我们平常用的报纸可以做成拖鞋。那左下角这个影片画面是，它让我们在模拟说如何运行物资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则是它让我们模拟，就是用我们平常喝饮料的那种铁铝罐易开罐，然后把它切开之后，如何做成一个火炉，然后变成一个简易的加热装置。那它让我们烤爆米花这样，那可以看到上面的爆米花就是烤不是很成功，因为那火力其实蛮难控制的。然后再来就是模组活动，包括帽子叠乐、自由竞走、拔河等等的。那这个部分我们没有体验到，因为我们是 B team 跟 C team 的活动是分开的，所以两个 team 的活动会不太一样。然后再就是 Welcome Night，这个我觉得是我整个过程中最跳脱舒适圈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必须把所有代表团伙伴全部打散，然后两一组进入到日本的小队来去进行活动。日本有很多小队，然后他们一小队大概8到9个人，然后就变成说我们外国伙伴要试着融入他们，一起社交，一起吃饭，一起社交这样。那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然后因为那时候台湾刚获得那个世界罗浮大会的主办权，所以我们刚好也去那边推销一下我们世界罗浮大会2029年举办在台湾，也欢迎他们来参加。
那这是一个蛮跳脱舒适圈的过程，因为毕竟我就不太擅长与他人社交跟就是互动这样，尤其是陌生人，那再加上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好，那再是这个也是一个模组的活动，就是历史参观。那边那个地名叫做纳须，那我们就去那边了解一下纳须的历史，参访附近的博物馆和神社。对，那我们就可以去博物馆参观他们的地方历史以及地方的地理和文化。那去神社参拜和了解一下营地的历史。那这个神社是由三岛家族来去管理，三岛是他们的一个姓氏。那从古代，从以前到现在，都是由三岛家族来去经营这个营地。那它是委托日本日本童军联盟来去进行活动这样。然后这是模组活动的冥想，就是禅道。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少伙伴都就是有睡着这样，但是他是真的和尚来到现场来去跟大家讲道。好，再是 free exchange， 是我们这个晚上呢，就是会有几天晚上是 free exchange。那这个过程中，这个时间你就可以自由选择，你要去萤火呢，还是要去交换纪念道具，还是要参加团购，或者去洗澡，就是这个时间是完全自由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那左边这张图片是我们就在他们的 main building 里面摆地摊，然后跟他们交换布章。那这个文化好像在日本比较没有，就是比较没有看到，所以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个蛮新奇的体验。所以我们就在地上跟他们交换布章。然后就是他们的 Skull Shop 也会来摆摊，会贩售他们 Skull Shop 里面卖的各式各样的布章、纪念品或者是物品等等。然后这个是营外路线，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天会全部的伙伴都会出去，然后分成不同的路线。那所有外国伙伴都会在同一条路线。那我们是去日光市这个地方参观。那上午呢，我们是去奥日光的这个自然步道来去健行。那健行的重点就是左边看到这张瀑布的照片。那它会是走一条自然步道，那条自然步道，风景真的蛮漂亮，蛮不错的，而且海拔在1000多、2000多左右，所以其实很凉爽，很舒服，走起来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过程。那下午呢，就是去参访日光市很有名的东照宫。那它是由公司来去向我们导览。那这个公司非常厉害的是，它是透过全英文来跟我们做介绍。那它英文也非常流利，所以就我们也不太需要就是翻译来去了解这个过程。那参观这个日光就是这个路线的时候，我们参观的时候有发现一些趣事，就是日本人他们带一个熨斗和制服到山里面烫制服。那这个由来听他们说，我记得好像是有个美国的小男孩，就是小男孩童军会带着制服到森林里面去烫制服，所以日本人他们就仿效这个行为，这个传统这样。那右边的话则是日光三元，就是日光东照宫那边的三元，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和非礼勿视。那这个听说后来有演变成我们现在 iPhone 手机里面的那个3个 emoji 的符号，就是表情符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Big Assembly， 就是大集会，有点像是萤火表演，但是其实在室内。那不知道刚刚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一开始的那个影片中，我们的开会就是我们的始业式、开幕式其实是在室内进行的，那都必须穿拖鞋，或者是把鞋子脱掉。那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这个影片是我们决定用花衬衫的方式，穿花衬衫以及穿拖鞋来去表演来去进行我们的表演。那我们的表演就是，后来刘若英的后来，以及超跑情人梦，还有健康操，以及拥抱世界拥抱你。那日本人看到我们穿花衬衫以及拖鞋上去表演，其实都蛮新鲜，然后他们觉得我们很可爱这样。然后再就是日本人也有相当丰富的表演，对，他们都会有各自的自愿的表演来去上台表演。那有一个蛮好的一点，我觉得可以提及的是，不管你在台上表演的如何，他们台下的气氛都会非常好，就鼓励你完成表演，他们不会有什么预声啊，都不会出现。即使即使在过程中有人忘词，唱歌忘词，或者是有吐槽还是怎么样的，他们都还是很鼓励你把整个表演完成，一个非常正向的氛围。
然后再是另外一个模组活动，就是要整理一下我们的营地，那他们会焚烧一些没用的树枝跟树叶。那左边的影片可以看到有个大铁盆，那里面就是焚烧那他们捡来的树枝和落叶。那这个铁盆会燃烧6天之久，就是6天，那6天之间都没有断过燃烧，就是一直燃烧到最后一天。好，那这是另外一个模组活动是，呃，拍照的一些挑战跟竞赛。那他会先教你一些摄影的一些技巧，然后拍摄成果你可以选择几张拍照成果给他，然后他会把它秀在那个 Free Exchange 的投影幕上，那供大家来去观赏你的作品跟欣赏你的作品。然后在另外一个模组活动是杯垫以及木工的制作。那它会让我们自己把那个木头的杯垫给用砂轮机把它磨平，然后用雕刻刀来去刻你想要的形状或图案或者是文字等等的。那它也会让我们试着帮他们做出新的营地立牌，就像画面上这样纳旭野营场。然后我们刚好有伙伴是森林系的，所以他就对于这一块就很熟悉。然后小插曲是，我们有伙伴生日，所以你在第5天晚上的时候有个小游戏，大家全部人要在不讲话的情况下依照生日排队，那他就会一个一个点问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然后就会讲到9月7、9月8、9月9，那他们就会趁机帮他们庆生，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过程，而且非常新奇，就是明明这一群人之前都素未谋面，都不认识，互相不认识，但是却可以在这个环境下一起庆生，一起玩乐，一起活动，是一个蛮欢乐的氛围，一个蛮特别的体验。好，那在费用的部分可以大概讲解一下，我们参加费是3万日币，那折合台币大概6500块左右，那机票来回大概1万2左右，那看你什么时候买这样。那代表团纪念费我们差不多一个人是3000块，所以总额大概是21500，所以以国际活动来说其实是蛮便宜的，所以对于罗浮来说，我觉得我蛮鼓励大家走出去参加国际活动的，尤其是亚洲相关的活动，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也好，或者是东南亚的泰国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都好，就是亚洲已经对罗浮伙伴来说是相对于便宜的参加国际活动的管道之一了。那在下面的话，可能就是纪念品啊，或者是旅游费、住宿费等等的，那这个可能就每个人有不同的规划。对。那因为我刚好就是今年参加过台湾罗浮大会的工作人员，我是事务组的，所以我这边有做了一个台湾罗大跟日本罗大的差异性。那台湾的罗浮大会的话是每4年办的一次，那会先分营，先把大家打散到各个营外路线，然后再集合，然后可以体验到在地的文化。那再来是外国成员会混编进入到各小队，那就是跟大家一起互动。那活动时，大家会统一带着大会的领巾。那再是日本罗浮大会，日本罗浮大会已经是时隔19年再次办理了，所以已经时隔蛮久一段时间。那再来就是他配票参加营内外各项活动，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些模组活动，就是我们必须要去选择，然后来去配票这样。那多样选择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模组，还有那跟台湾罗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外国成员是自己一个小队进行团体活动，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台湾分成 B team 跟 C team，然后就是外国人都是自己一个活动，不会有日本人跟你一起参与这样。然后那这边可以提及到一个地点，我觉得蛮做的蛮好的是，他们每一个 team 都有分配一个他们国际组的伙伴来去帮你们进行翻译跟带领活动，所以我觉得不太需要担心语言隔阂的问题。对，都会有一个伙伴，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帮你们翻译，就是带你们一起参加活动。对，然后再来是日本罗浮大会在活动时，但这都不太会带着领巾，所以我们都很难交换。然后听他们想法是说，他们有分成很多联盟，就像是我们的地区童军会一样，县市童军会一样，就分成很多个联盟，什么日本联盟啊、东京联盟、大阪联盟、京都联盟等等的。那他们的联盟领巾都只有一条，所以基本上不太能换。那再加上他们的团领巾就不会带在身上，所以基本上就很难去交换到领巾。好，那是我们 Team C，每天的一个算是服装规划吧。我们有点就是特别去设计这个部分，就是每天我们 C team 的人都穿
同样颜色的衣服，或者是同样款式的衣服。那接待我们这个 team 的国际伙伴呢，就觉得很新奇、很特别，就是觉得我们很可爱这样。然后，那这边是结语。那我想跟各位伙伴和各位团长说，就是我目前走到目前的童军生涯来说，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同行致远。我非常喜欢一群人一起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感觉。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对我参加童军运动来说最大的一个动力。那再就是要把握罗浮阶段，罗浮阶段是短暂的，所以勇于尝试不同的挑战，挑战带给你的收获一定会比挫折还多。好，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好，我们非常感谢军演今天就是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内容哈，就是介绍了就是让我们又看到的就是开启了罗浮不一样的视野，非常感谢。那我们先来一个大合影。那在大合影之后呢，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们今天刚好就是军演在聊的过程当中讲了好几次生日庆生这种很特别的这一种的，就是在童军的活动里头，就是就是大家可能不同的人。就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可是却因为有人生日，然后就一起合唱，对吧？今天我们有讲有那个生日寿星也参与我们的线上，所以到大合影之后，我们也来一个那个就是唱歌，好不好？为我们今日的寿星唱个歌。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先大合影一下。好，都在了吗？来了，都有了吗？哦，那。借我拍一张照哈，我拍2张哦。要开镜头的伙伴，现在给你们5秒。我已明白，不能再回头。曾经情话那清晨露珠，曾经迷恋于枫叶飞舞，如今疲倦的心在复苏。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